我嫁进永宁侯府6年，撑起满府开销，添进去37000两嫁妆银，换来的是婆婆当众一记耳光和丈夫一句忍忍就过去了。这是儿媳炖了4个时辰的佛跳墙，您尝尝。呸！这什么味儿？齁咸！你是故意恶心我？姐姐是不是对娘有意见呢？这菜做的这么咸，是不是存心让娘不好受？娘，这菜的口味没有问题，您在……你是在说我老糊涂了？6年，他居然因为这种事打我。好，这一巴掌我记住了。听见没？夫人被老太太扇了，当着满堂宾客的面，那声响我在后厨都听见了，也活该，谁让她顶嘴来着？不孝的东西，让她去祠堂跪着，什么时候认了错，什么时候起来。姐姐快去吧，别让娘生气了，娘年纪大了，气坏了身子可怎么好？你就去跪一跪，哄哄我娘。侯爷，我今天……行了行了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我妈也是气头上，你去认个错就完了。年轻，这些东西是你的底气，不管到了什么地方，嫁妆是你的根，谁也拿不走。37000两，6年，这些银子养活了侯府每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记得我的好。好，我记住了。你看看，这是6年来的收支。嫁入第1年，侯府欠外债800两，是我从嫁妆里支的。第2年，你父亲过世，丧事3000两，也是我的银子。第3年，你袭爵置办行头打点上下，1500两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第4年，婆婆牌九输了1200两，是我补的。苏婉儿首饰300两，我的。他爹苏大成亏500两，也是我账上走的。铺子是我的嫁妆。田庄是我娘留给我的，6年了，侯府吃穿你的衣裳，你娘牌局，你小妾金钗，全是我的嫁妆。如今铺子1年不如1年，嫁妆快空了。我知道你辛苦，但是婉儿她爹说了，下个月要抬个姨娘，得置办几身行头，你从账上支200两吧。我刚说完嫁妆快被掏空了，他还要钱。妾室的爹，纳妾，你说什么？好，200两，你自己去账房支。最后一次了，这个家散了也罢。这间铺子月入300两，如今也要易主了。夫人，进来看看，新到的杭虫。
周先生，我有几桩产业要出手。夫人有何好物？名下3间煎面铺子，外加城郊1处田庄，全部变卖。夫人，这几间铺子可都是侯府的，铺子是我的陪嫁，我卖我自己的东西，需要谁同意？这价格方面，快卖，低价也可，我只要现银交割，越快越好。那小人这就去安排，3日之内必有回音。婉儿啊，这燕窝是你姐姐嫁妆铺子里进的，上好的血烟，来多吃点，养颜的。多谢娘，姐姐就是命好，嫁妆都够咱们吃半辈子的。夫人，苏姨娘说想吃您做的桂花糕。今天我不做了。夫人，苏姨娘说听到了，我不做。去翠萍家把她接来，就说我请她吃茶。姐姐派人催得急，我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儿，路上还买了2匣子蜜饯给程友尝尝。你终于想通了，令牌作废，挂账全停。铺子那边的挂账，我今天挨家通知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那我这边银子你先收着，放我男人那儿，他铺子的账房能帮你走流水，不走侯府的路子。这些年你一个人撑这个家，我看着都心疼。你早该这么干了。对了，苏家那个女人这2天不太安生，我男人在外面听到消息，说她在到处打听你嫁妆的底细。姐姐这是怎么了？往年的糕点都是您亲手做的，如今偷懒了也好，省得累着姐姐。站住！苏姨娘，你想吃糕自己做去。反了你了，一个！从今天起，这枚令牌作废，侯府的人再来挂账，一律不认。夫人，此前侯府在各铺子挂账，月底都是凭这枚令牌统一结算。侯府的事跟我没关系。另外，我存在钱庄的银子只凭我本人印记拾取，旁人一律不许。夫人，3间街面铺子加城外田庄，总价28000两现银，您当面点清。银子呢？掌柜的，给我来50斤精米，挂侯府的账。李管家，实在抱歉，江夫人通知过了，侯府令牌作废了，以后得付现银。什么作废？江夫人亲自交代的，小的不敢违背。令牌不作数了，江夫人说过了，侯府挂账一概不认。夫人，老太太叫您过去伺候茶水呢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！又赢了，最喜欢老夫人这里热闹，还有人端茶倒水，比我家里舒坦多了。还愣着干嘛？没看见我渴了？倒茶。我不是府里的丫鬟，从今天起，谁爱伺候谁伺候。反了，快去叫侯爷回来！姐姐，你疯了吗？看侯爷回来了，你怎么交代？这府里我要向谁交代，由不得你们。活该！侯爷，您再不回来，我要被夫人搓磨死了。姐姐，真想好了，想好了。你看看，整个侯府从你父亲去世那年入不敷出，是我娘留给我的嫁妆，一年一年填了窟窿。铺子田庄是我的，你穿的绸缎银子，你娘打牌酒的本金我的银子，你小妾戴的钗环全是我嫁妆银子买的。你别说了，我嫁进来6年，没生2胎，你娘说我不孝，抬了苏婉儿进门，我忍了。可你们把我的嫁妆当侯府的库银使，6年掏空了37000两。你们不打理不管家，赌钱的赌钱，斗蛐蛐的斗蛐蛐，穿我的吃我的花我的，你们告诉我谁不容易？
侯爷心里只有我女儿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滚出去！姐姐，我先回去收拾住处，你随后就来。好，辛苦你了。侯爷，这个月的米钱、菜钱、炭火钱一直没拨下来。没拨，让账房知。账房说，江夫人走时把家主名下周转银全提走了，侯府账上1两银子都没有了。还有，铺子那边说，侯府挂账令牌作废了，不肯再赊账。老夫人，这个月的月钱还没发，后院炭火也快用完了。月钱的事让账房去办。可是账房说账上没银子了。这个月家用多少？菜钱多少？素姨娘，账目一直是江夫人管的，小的只管记账。那现在谁管？没有我的嫁妆铺子供给，侯府怕是支撑不了几天了。姑娘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先吃，吃完了再说。请问江夫人在吗？侯府让小的来请夫人回去。我姐姐在我这儿住着，不回了。告诉你们侯爷，想见我姐姐，自己来跪。这什么东西？侯府还传话说这几天我什么事儿都不顺，快累死了，你回来吧。累了就歇着。姐姐，你这话可真解气。夫人，3间铺子和城外田庄全部交割完毕，28000两现银已存入万顺钱庄，您凭票支取。姐姐，这可全是你的了。这是全部的家当了。矫情，不出3天准回来。他一个妇道人家能去哪儿？娘，厨房说今天的鱼不新鲜，想买好的，问能不能从铺子里支钱。去吧，挂账就是。掌柜的，给我来3匹上好的酥绸，挂侯府的账。李管家，这个恐怕不行。什么不行？挂账多少年了？以前确实一直挂的，但今天一早上面派人通知说令牌作废了，以后得付现银。知不知道我们谁家的？信不信我让人砸了你这铺子？您就是砸了铺子，小的也不敢收，得罪不起。来50斤精米，挂侯府的账。客官，这令牌作废了，你要买米得付现银。这可是侯府的令牌！哎，客官息怒，我们也是照规矩办事。李管家，对不住了，上面今早来人亲自交代的。侯爷老夫人不好了，街上铺子全都不让咱们挂账，米铺、绸缎铺、菜行、肉铺全都拒了，说是有人派人通知过，令牌作废了。反了，都反了！娘，不只是铺子，刚才翠萍来传话，说江念瑜的银子全存进钱庄了，凭他本人印进才能支取，咱们1文钱都动不了了。这怎么可能？
天老爷啊，没米没布没银子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？可如何是好？侯爷，外面有个人求见，说是来赔罪的。什么人？说是买铺子的那位，在下钱万成，今日特来赔罪叨扰了。你来做什么？侯爷息怒，在下也是刚知道这3间铺子原先是侯府的产业，前几日经衙行购入，手续齐全，今日特来拜访，算是认个门。侯爷，在下是个生意人，买卖讲究你情我愿，江夫人要卖，在下就买，官府都过了印，白纸黑字，错不了。你是说铺子真被你买去了？正是，老太太，在下手续齐全，这3间铺面如今是在下的产业，还请行个方便。这些铺子是侯府的，没经过侯爷同意就卖，我们不认。苏姨娘，大周律嫁妆系正妻私产，本人签字极为合法。诸位若是不信，大可去县衙核验。我们主子听闻这处铺面地段上佳，特意吩咐我接手。主家平日待在下不薄，这事儿在下也不好违了他的意思。你们主子？诸位，在下告辞了。日后若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来铺子里找在下，毕竟远亲不如近邻嘛。你们吃我的喝我的这么多年，如今铺子没了，我连自己都养不活，没能力养你们了，带着你一家子自生自灭去吧！贤婿，这话什么贤婿？婉儿是妾，是妾，连正经姻亲都算不上，不过是母亲娘家的远房穷亲戚。我养了你们这么多年，够了！天老爷啊，老夫人接我们进来的，你不能赶我们走。姐夫，别闹，走吧。娘，你当初做主抬我进来，说都是一家人。如今侯府自己都揭不开锅了，你跟你爹娘弟弟自己找出路去吧。天老爷呀，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！你们孤儿寡母，侯府这么多年全靠夫人一个人撑着，你们把她逼走了，还好意思在这儿哭？管家娘子还有月例银子呢，江夫人就是倒贴钱还受气，连个下人都不如。你们倒好，吃她的喝她的花她的，最后还把她一耳光扇走了，你们也好意思叫冤？我就不走，这是老夫人请我进来的，有本事你抬我出去！天老爷，天老爷呀，你睁开眼看看吧，我们一家在侯府住了这么多年，如今叫人赶出去，叫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往哪儿去呀？你先起来，别闹了。我们的老苏家是正经亲戚，是老夫人请进来的，住了这么多年，就是我们的地方，谁敢赶？天老爷啊！吵什么吵？丢人现眼！你不是去找差役了吗？赶紧把人叫来，把这帮丢人现眼的东西弄走。娘，苏家到底是您的亲戚。亲戚？八竿子打不着亲戚，你看看他们干的好事儿。我儿媳妇走了，铺子没了，银子动不了，全是因为这帮蛀虫赖在这儿不走。侯府报官称有人拒不搬离，请配合行事。我不走，有本事你们抬我出去！天老爷啊！苏家嫂子，你就别闹了，这铺子这宅子从来就不是你的，人家江夫人嫁进来6年，嫁妆全填了侯府的窟窿。你们一家子倒好，吃他的，用他的，花他的，末了被赶出来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算哪根葱？街坊们，谁不知道这苏家一家子就是趴在江夫人身上吸血的蚂蟥？张嫂子，说话要积德。苏老头，你闺女抢人家嫡妻的位置，你儿子斗蛐蛐赌钱，你老婆坐在地上撒泼，你们一家子还要别人积德？动手！别碰我，我是侯府的亲戚。
侯府的亲戚，就是侯爷赶的你们。放开我！我不走！我住了这么多年的地方，凭什么赶我？苏大成，还望配合。我走，但你们记着，这事儿没完。沈景恒，你好样的！娘，别闹了，走吧。走什么走？我偏不走！有本事抬我出去！已经抬你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闹成这样？自今日起，苏家众人不得再入侯府，听楚了？听清楚了。走。住了这么多年，凭什么？6年了，江夫人一个人撑那么大的家，全叫这帮人糟蹋了。如今总算有人硬气了一回。就是苏家那个老婆子，天天在门口撒泼，也不嫌丢人。听说铺子全卖了，银子也动不了，这回苏家是没辙了。苏家赶走了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得想办法过日子。过日子？府里处处要钱，现在连个进账都没有。去把江念青找回来。娘，去。他闹归闹，总归是这个家的主母，让他回来把烂摊子收拾了。去城南陈家找江夫人，就说家里需要她回来。是。我们去哪儿？大不了回我们自己的老家嘛。老家？老家连间像样的屋子都没有。天老爷，我们家子被赶出来了！闭嘴！嫌不够丢人！侯爷这回总算做了件对的事儿，把苏家赶出去，还算有骨气。我早就说了，苏婉儿那一家子不靠谱，她一个妾室，非要对嫡妻指手画脚。我当时就跟她讲过，你得对江夫人客气点儿，人家才是正主。她不听，还说侯爷最疼的就是我。疼什么疼？人家江夫人走了不到3天，侯府就散了架。可不是，江夫人在的时候，这侯府上上下下几10口子，哪个不是她一个人张罗的？如今人走了，苏家也赶了，这侯府也差不多了。老太太，灶上没人，柴火也没了。娘，小厮去城南了。他会回来吗？不知道。这个家还能撑多久？就这么点散碎银两，连2顿饭都撑不过去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堂堂侯府的姨娘，住这种猪圈一样的地方。侯府的姨娘，侯爷自身都快难保了。就这些了。我们以前在侯府哪顿不是鸡鸭鱼肉的，现在连个饼子都买不起了，老爷啊！够了，去打听打听，各铺子还认不认得咱们的令牌？姐姐，你看这稻子长得多好。娘，你看，好大的蚂蚱！小心别摔着。姐姐，你就该这样。以前在侯府，我见你笑的时候太少了。爹，打听了，各铺子都说了，令牌作废了，以后侯府挂账一概不认。万顺钱庄也传了话，说江夫人的银子只凭他本人印进车去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一文都拿不到。那我们还怎么活啊？
这得多少银子一碗？先住下再说。天字号上房，1晚50两，包3餐茶点。几位贵客请。总算有个像样的地方了。银子的事儿，慢慢想办法。沈景寒呢？叫他来，他好歹是侯爷，让他去把江念青找回来。找回来有什么用？他如今不肯回来了。那就让他送银子来。我们是他娘，他不吃这一套。你去把你姐夫请来。翠萍姑娘，侯爷让小的来问一声，江夫人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家里实在没人了。回去告诉你们侯爷，我姐姐操持侯府6年，起早贪黑，嫁妆填了你们的窟窿，铺子养了你们一家老小，我到头来换来了什么？在满堂宾客面前，她婆婆扇了她一个耳光。你回去问问侯爷，6年管家换来的就是一个耳光。你们侯府好大的脸面，想见我姐姐可以让侯爷亲自来，跪在我家门口，否则免谈。他怎么说？翠萍姑娘说江夫人操持6年换了一个耳光，让侯爷亲自去跪。一个下人养的丫头片子也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去给江念青传话，让他把银子给我们送来。我们住在望月楼天字号上房，让他来结账。你拿什么让他送银子？姐姐，侯府又来传话了，说什么？说什么家里困难，让姐姐去结账。家里困难，翠萍，你替我去回一句话，你告诉沈景恒，你不是离不开我，你是离不开一个免费的管家主母。6年里，我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铺子的进账出账我一个人数，全府几10口人的吃喝用度我一个人张罗，婆婆的牌局银子我从嫁妆里出，苏婉儿的首饰我从嫁妆里买，这些你们谁替我做过一天？现在他们觉得苦了，觉得累了，想让我回去继续扛。可是谁问过我一个累字？姐姐，好大的胆子！他一个被休出门的，他没被休，是你的好女婿不顶事，留不住人。娘，翠萍说的那番话也不全是假的。你胳膊肘往外拐。程佑，姐姐，话我送到了，侯府那边估计气得够呛。姐姐，你在担心程佑？程佑还小。姐姐，你心疼孩子是正常的，但你想清楚，侯府那帮人拿程佑当什么？当棋子呢？你回去，他们只会拿程佑帮你更紧。姐姐，你又看了一页。姐姐，侯府又传话了，说什么？说是程佑昨晚做了噩梦，梦里哭着喊娘，侯爷哄不住，婆婆也哄不住，问你能不能回去看看。姐姐，翠萍，程佑，姐姐，你冷静想一想，程佑跟了你6年，什么时候做过噩梦？你在的时候，他每晚睡得安安稳稳的，你走了才几天就做噩梦了。姐姐，我不是说程佑做噩梦是假的，我是说他们拿程佑当牌打呢。你回去一次，他们就知道程佑是你的软肋，下一次他们会用程佑要更多的东西。翠萍，你说的对，我不是不想程佑，我是不能再回去了。回去一次，就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拿捏我。姐姐，你终于想通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做免费的管家主母。程佑是我的儿子，我会护他一世，但侯府不是我的家了。几位贵客，实在抱歉，天字号上房的账已经挂了半个月了，银子一直不见踪影。东家发了话，没有现银，恕不接待。你说什么？赶我们走？不是赶，是请。几位要是手头紧，小店旁边有间便宜客栈。走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我不住！天老爷啊！你要是不住，大街上更宽敞。从望月楼到这种猪圈，
景恒呢？他回侯府了。母子连心，不是说着玩的。江念青什么都不要了，什么都不管了，但他有一个命门。你是说程佑？苏家那边怎么样？被望月楼赶出去了，搬到了城南的破院子。江念青呢？不肯回来。如果江念青的嫁妆全卖了，令牌也作废了，那这侯府就是一具空壳。云鹏在外面欠了赌债，不多，300两。闭嘴！赌债300两，债主说要拿人抵，我们就说云鹏把程佑也抵进去了，要赎人拿2万两银子。2万两，他拿得出来？他手上有卖了铺子田产的银子，只要是亲儿子出事，他顾不了那么多。爹，你的意思是假的，根本没有赌债。我找几个赌友假扮债主，云鹏把程佑从侯府接走，藏到庄子上，赵氏传话给江念青。你们拿我儿子做幌子？你儿子？你儿子现在在侯府啃冷饼呢，拿2万两银子回来，以后还怕程佑没好日子过？侯爷，你想想婉儿，婉儿跟着你，如今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。你要是能弄到银子，婉儿就不用再受苦了。不要吓到程佑。娘，什么时候来接我？记侯府的账，来2包桂花糕。这位客官，这令牌是侯府的？挂账就行。客官，这令牌小的做不了主，江夫人那边传了话，令牌作废了。什么？您看，即日起永宁侯府挂账令牌作废。前面的快点儿，磨磨蹭蹭的还买不买了？客官，您请让一下，我们还要做生意呢。让一让，你站着挡路了。掌柜的，我买些东西。客官要买什么？记侯府的账，来几匹布，再拿些笔墨纸砚。客官，这令牌用不了，江夫人传了话，侯府令牌作废，以后一概不认。没钱还来买什么？穷鬼就别出来丢人了，拿块废铜当银子使。这是永宁侯府的令牌，客官，您换一家试试吧。人家江夫人说了，令牌作废，你拿着挂不了账，跟废铜有什么两样？念青他早就把令牌作废了，我们连1文钱的账都挂不了。来1包最便宜的告示。6位。连个孩子吃的零枣都买不起，还不如个叫花子。
侯爷，苏姨娘让小的给您带话。什么话？苏姨娘说赶紧回来，我们商量好了。商量好了？商量什么？小的不知道，苏姨娘只说让您赶紧回去，就按苏老爷说的办。侯爷，您就给人家吃这个？我身上只有8文。侯爷，你体会到了吧？没银子的日子不好过，婉儿跟着你受苦了。念秋他手里有3万两银子，咱们动不了，但只要他心疼程佑，银子就会到手，到时候婉儿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用程佑骗他？不是骗，是借了程佑的名头把银子弄到手，等银子到手了再把程佑好好送回去，谁也没吃亏。侯爷，你想想，在侯府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操心，如今呢，连包糕饼都买不起。婉儿不求别的，只求能有个安安稳稳的日子。你要是能弄到银子，婉儿这辈子都记你的好。喝吧，就这个了。侯爷，明天就去找江念青吧，就按咱们说的那样讲。听好了，第一步，云鹏把程佑从侯府接走，送到城郊庄子上藏着。第二步，我找几个熟人写一张假条子，就说云鹏在外头把钱输光了，把程佑给人了。第三步，景恒去传话，就说是程佑被扣了，要2万两赎人。那江氏能信？他信不信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他慌。母子连心不是说着玩的，程佑是景航的嫡子，也是他的心头肉。只要孩子一丢，他必定急疯了。急疯了的人，什么都顾不上。孩子搁庄子上好吃好喝待着，能出什么事儿？包在我身上。拿程佑做幌子，这不太妥当吧？不妥当，连下人的月钱都发不出了，你还讲妥当？就这么定了，云鹏，明天一早就去办。娘，我想娘了。程佑，程佑呢？看见了吗？没注意，不过方才好像看见苏家少爷抱着个孩子往城外方向去了。程佑，你到底被带去哪儿了？江夫人，侯府出大事了！云鹏少爷在外头赌钱欠了债，债主把人扣了，连程佑少爷也被抵进去了。对方说要2万两银子赎人，不然就把孩子送走，还说不能报官，报官就撕票。程佑被抵了。姐姐，你冷静一下。冷静，我儿子被人扣了，你让我冷静。姐姐，你听我说，我去打听了，苏云鹏赌钱是真，可他哪来的胆子，又哪来的资格拿程佑去抵债？这里头有蹊跷。我不管有没有蹊跷，程佑不能出事。姐姐，我陪你回去，但你要答应我，到了那边先别急着掏银子。程佑不能出事。我就说这法子行吧，你看他急的。看他急有什么用？银子到手才是真的。2万两，全部取出来，快！夫人，这么多银子全部取出，您确定要不要再想想？我说了快，我儿子等着救命。孩子都被扣了，你还在这儿梳头？
姐姐这话说的，我又不是孩子的亲娘，银子可都准备好了吗？赶紧拿银子，晚了孩子就没了。我的儿啊，云鹏在外头不知受了多少罪啊！银子准备好了，人在哪儿？我去接程佑。先说好了，银子交出来，我们先去赎人，你不能跟着去。债主说了，人多他们不放心。好，你们去赎人，我在家等。一定要把程佑带回来。都存我名下，快！姐姐，你看见了吗？侯爷出去了这么久，程佑没回来，消息也没有。他们说不能跟着去。姐姐，他们根本没去赎人，我让陈三良的人跟了一路。苏大成直接去了钱庄，把银子存了。顾大人已经在查了，你先别慌。翠萍，你怎么来了？顾大人，我姐姐被人骗了，他们拿她的孩子做局，要骗她的银子。先别急，他们要多少2万两，可能更多。既如此，先别打草惊蛇，看看他们拿了银子做什么。若真是赎人，那便罢了；若不是，可姐姐她……我让人盯着，你放心，不会出事。2万两，到手了。他手里还有呢，全都弄来。这银子可算到位了。我看中城东首饰铺那套赤金头面好久了。头面，我在赌馆输的那些先补上，还欠着300两呢。我想买匹好马，那匹青葱马，牙行开价800两，我看700能拿下，再买把刀。景恒，再去一趟，就说债主加价了，再弄1万两来。念青已经给了2万两了，你不去，程佑就一直在债主手上待着吧。那孩子才多大，细皮嫩肉的，受得了那种罪吗？程佑还那么小，去，我去说。对方说还不够，还要再加1万两。我手里没有这么多了。铺子卖了，银子取完了。那他们说要往更远的地方搜。我知道。念青，程佑不能再折腾了。姐姐，这是你最后的体面了。体面换不回程佑。夫人当真要当？嗯。行了，把孩子带回来吧。
娘，程佑，娘在这儿，娘在这儿。娘，舅舅说我不乖，就不要我了。本官奉命查办。有人凭空捏造赌债之说，骗取银两，所有相关人等随本官去衙门走一趟。娘，舅舅带我去逛庙会了，好好玩的，还给我买了糖人呢。是不是你报的官？你不怕他们撕票？你拿程佑的安危开玩笑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是我找的人，你们拿孩子骗银子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开玩笑？娘，舅舅说乖乖在庄子上等着，娘就会回来接我了。乖乖等着，娘就来接你。这就是你们说的赌债扣押。天老爷呀，这是冤枉我们呀！是我找的顾大人，是我报的信。姐姐被人迷了心窍，我不找外人，程佑就得一直在庄子上待着。所有相关人等去衙门说清楚。我们也是受害者，那些债主。走。他们说程佑被抵了债，我脑子一下就空了，只想着孩子不能出事。第一笔银子2万两交给谁了？沈景和。第二笔呢？交给了苏大成。1万两，他们拿去赎人了。赎人的地点在哪里？债主叫什么名字？住在哪里？没有债主的名姓，没有扣押的地点，没有孩子的消息，连赎人的过程都说不清楚，这不就是凭空编造的吗？禀大人，查过了，2万两存入了赵氏名下账户，1万两存入了苏婉儿名下账户。真相不会跑，银子去了哪里？一查就清楚。银子在咱手上，他们能怎么样？知府又怎样？我们又没绑人。把经过说清楚。苏云鹏在哪儿赌的？欠了谁的钱？谁把程佑带走的？在城南的一家赌坊。哪家？记不清了。债主是谁？一个姓马的。姓马的长什么样？中等个子，不，挺高的，脸上有个疤。你刚才说脸上有疤，现在又说没疤，到底有没有？你就说不知道，全推给云鹏。推什么推？说多了反而露馅儿。一个说城东，一个说城西，你们到底哪个是真的？凭空捏造事实，骗取他人银两，按大周律例属重罪，涉案银两高达3万两。若查实，主犯可判杖刑80以上。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反正孩子也没事，银子也是他自愿给的，我们又没真帮人。自愿给的，
他是被你们编造的谎言所骗，才不得不交出银子。这不叫自愿，这叫诈骗。程佑，你跟叔叔说说，这几天你都去哪儿了？跟谁在一起的？舅舅带我去了庙会，好热闹的，有卖糖人的，有耍猴的，还有呢？舅舅给我买了糕饼吃，还看了耍猴，那个猴子好聪明，翻跟头翻得可快了。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庄子上，有好多人一起打牌九呢，声音好大的。庙会，打牌九。姐姐，你听见了？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局。记录在案，孩子亲口所述，与赌债扣押之说完全不符。要坐实他们虚构事实骗取银两，还需钱庄的存取记录、庄子上的邻居证词，以及那个写假借据的画师供词。但方向已经有了。证据尚在核验之中，你们先回去，但需随传随到，不得离开本府辖具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就说嘛，我们又没偷没抢，知府也没证据，吓唬人的。姐，咱走呗，白跑一趟。50两，80两，少一文都不行。这套给我包起来。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嘛。大人，庄子上的邻居已经找到了，亲眼看到苏云鹏带着孩子在庙会上逛了一整天。姐姐，喝点汤吧。从今往后，我只守着程佑好好过日子。姐姐，这次不能再心软了。好看吗？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以前在侯府看人脸色，憋屈死了。好刀，以后看谁还敢跟我叫板。衙门那边没动静了吧？就是吓唬人的，能怎么样？银子在咱手上，他管不着。顾大人，银子的事我暂且不提，程佑今后的教养我要争。没有母亲带走孩子的先例，你需要更多支持。银子不是最重要的，程佑要是继续被他们利用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。那我们正式开始。多谢顾大人。姐姐，这回你可得硬气到底。不会再心软了。以前在侯府还要看脸色，现在银子在我们手上，多自在。张妈，你看，这只好看还是方才那只掐丝的？这只窜花的我要了，沉甸甸的，带着去打牌九多有脸面。娘，你喜欢就拿去。如今咱们手头宽裕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可比在侯府看人脸色强100倍。这才叫过日子嘛！以前在那破侯府，喝口燕窝都得看江念青的脸色，如今咱自己说了算。这马脚力如何？苏公子好眼力，这是口外来的好马，日行300里在画下。哎！
程优多吃些。想娘了。侯爷来做什么？我想看看儿子。爹，程佑，爹来看你了。您是不是不要程佑了？是爹做错了。我想娘。2万两现银存入赵氏名下，第二笔1万两存入苏婉儿名下。操作时间就在江夫人取银的当日申时。钱庄记录，庄子临人证词，画师孙四的供词，人证物证见齐了。存入2万两的操作人苏婉儿亲笔签押。时间：江夫人取银当日申时2刻。第二笔1万两的操作人赵氏，时间当日酉时初。孙四写了假借据，老刘头亲眼看见苏云鹏带着孩子在庙会上逛了一整日，时间、金额、签字、目击，桩桩件件对得上。这只我也拿了，跟方才那只掐丝的配成一对。知府要有证据，早抓我们了，怕什么？苏婉儿用骗来的银子在城中大肆采买，每一笔消费都有据可查，这是最直白的赃银流向。被叫，我要去见县令大人。县令大人，人等凭空捏造赌债之说，骗取白银3万两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赃银流向清晰可查。大人打算如何？今晚拿人，越快越好，不给他们串供的机会。自将全力配合。涉案人等共5名：苏婉儿、沈景恒、赵氏、苏大成、苏云鹏，分别在望月楼和城南客栈2处，分2波同时拿，不要走漏一个。大人放心，望月楼那边弟兄们已经踩好点了。娘，你说知府会不会真的查咱们？查什么？银子是江念谦自己给咱们的，又没人拿刀架他脖子上。就是，知府要有证据，早抓我们了。都5天了，衙门连个动静都没有。可不是嘛！我说明儿再去打一对金镯子，手上的那个太轻了。娘，你急什么？银子够着呢，等风头过了，再拿2处宅子也不是问题。该结束了。交给顾大人，今晚动手，天亮前务必拿下所有人。好刀，这锋利度，谁还敢跟我叫板？1张、2张、3张，还够买2处宅子的。什么动静？苏婉儿、赵氏、苏云鹏涉嫌凭空捏造骗取银两，跟我们走。你踩我的银子了！少废话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他们干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就是带孩子去庙会上玩一天，怎么了？逛庙会犯哪条律法了？钱老爷啊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你们不能这样啊！苏大成涉嫌凭空捏造骗取银两，跟我们走。侯爷也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放手！我又没跑，没跑，你往后门走什么？是苏家那个老太婆吗？侯府那个苏家。哼！当初在侯府多嚣张啊，把嫡妻逼走了，又骗人家银子买金钗，这回好了吧？
顾大人，怎么样了？所谓赌债扣押系人为虚奏，相关人等已被拿下。苏婉儿、沈景恒、赵氏、苏大成、苏云鹏一个没跑。啊，谢天谢地，谢谢大人。是苏家，都抓起来了，一个都没跑。我怎么会嫁进这样的家？3万两银子，大部分已被冻结在钱庄，但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被花出去了。金头面3套，蚕丝金钗2只，嵌宝耳坠1对。我以为那是救程佑的命钱，他们拿去买了首饰，买了宝刀，住了半个月的酒楼。顾大人，那些被花掉的部分能追回来吗？按律可以追缴，被扣押的赃物变卖后归还原主。那就变卖。苏婉儿用我的银子买的金钗，苏云鹏用我的银子买的宝刀都卖了，花我救命钱买的东西，看着晦气。对，卖了，一件也别给他们留。这只金钗成色不错，8成新，死当还是活当？死当。好嘞，这只算你。不用算了，全部一起称，按重量算。哼，拿我姐姐的救命钱买的破铜烂铁，都卖了，看着就恶心。顾大人，我还有一个请求。你说。我想带程佑走。银子被花了，我心疼，但追回来就好。程佑不一样，他被苏家利用了第1次，就会有第2次。我不能让他继续留在侯府。这案子，本官接了。多谢顾大人。不是看在你谢我的份上，是大周律例在前，公道人心在后，你值得被好好对待。不只是你，程佑也是。沈景恒配合苏家一家涉嫌骗取巨额银两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这在争取孩子时对你非常有利。但还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你6年来的照料。街坊证言，程佑的日常起居记录、药铺的看病账目、社学的接送登记，这些越详细越好。你手头有没有？这是程佑的胎毛，他出生后第3天剃的胎毛，我用红绳扎着留了6年。这是每次看大夫的药方。程佑2岁出痘，烧了7天7夜，我陪了他7天7夜。4岁冬天得了咳病，换了3个大夫，每一张药方我都留着。这是社学先生的评语，程佑3岁半进的社学，每天是我送去接回来的，这是我签的字。这是每个月的伙食账目，程佑爱吃什么不吃什么，哪个月长了个子要加菜，我都记着。这些全是你一个人记的？程佑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他哪年哪月生的什么病，吃的什么药方，什么时候开始走路说话，什么时候长第1颗牙，我都记着。6年啊，比衙门的卷宗还厚。这些就是最好的证据，6年的陪伴不会白费。我不需要他记着我有多辛苦，我只需要他在一个安稳的地方长大。这个案子，本官会尽全力，不只是因为职责所在，也因为你值得被好好对待。念青，你来了，我错了，你救救我！苏云鹏拿程佑抵债这件事，你参与了没有？是苏婉儿求我的，他们说只是吓唬吓唬你，不会真的对孩子怎么样。他求你，你就能拿自己儿子当筹码？你知不知道程佑在庄子上啃冷饼？你知不知道他半夜被冻醒，哭着找娘？你知不知道他到现在还在做噩梦？我知道，我错了。你不是个孩子，不能一辈子把错推给别人。是苏家那个女人把你拿捏住了，是她一哭你就心软了，还是你自觉的拿亲儿子骗银子也没什么大不了？我不替你说情，也不落井下石，该你担的，你自己担。顾大人，我好吗？您比大多数人都好。不，我不好，可再不好也得撑着。程佑还等着我。姐姐，他怎么说？走吧，还有好多事要办。如果沈景云也被判了，他有爵位在身，很难真的判罪，但是名声也臭了，程佑就无人照管。宗族会考虑孩子的未来，这是关键。我会好好抚育他。对，姐姐养了程佑6年，侯府那些人谁管过1天？宗族裁卷时会看证据，
除了你之前带来的那些文书，还有什么能证明你与程佑之间的依存关系？这些能用吗？姐姐嘴上说银子不重要，其实心里永远先想着别人。6年呢，她省下的胭脂水粉钱全给程宇画了像，记了账。这就是最好的证据，6年的陪伴不会白费。我不求什么，我只求程佑安稳。有这些东西在，宗族会考虑孩子在母亲身边才能得到更好的照料。天老爷呀，我的腰啊！妈妈把我摔地上了，都是你们出的馊主意！什么母子连心，什么他必定掏钱，现在好了吧？你拿银子买首饰的时候怎么不说3套金头面？你一个人就花了上千两，你少说我！你和爹分的那份也不少。少说2句，现在吵有什么用？想想怎么出去才是正经。出去？拿什么出去？都别吵了，我耳朵都快被你们吵聋了。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赌钱欠债，能有这事儿？苏婉儿，本官再问你一次，赌债借据是谁写的？我不知道，假扮债主的人是谁找的？主意都是爹娘出的，我就是听了他们的话。我就是听他们安排的，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就是和输银子的。数银子的人在存取簿录上签了字，赵氏，你签了名，存了2万两。那是婉儿让我签的。这些人真是不要脸，互相推来推去，一个比一个跑得快。不要被情绪裹挟，你的目标是程佑，他们从来不是一家人，只是凑在一起算计你们，贪婪为妻不了亲情。心疼程佑是母亲的本能，坚持原则是对程佑的保护，两者不冲突。申景恒，本官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借据谁写的？债主是谁安排的？银子谁分的？借据是我写的，债主是苏大成找的毒友，叫刘麻子，在城南赌坊混的。苏大成给了他5两银子，让他扮债主。第一笔2万两，我取了交给苏大成。苏大成带赵氏去万顺钱庄存进赵氏名下。第2笔1万两是年轻典当首饰凑的，苏大成让苏婉儿存进了他自己名下。你在其中分了多少？1两都没有。年轻没有对不起我，是我对不起他。她嫁给我6年，没日没夜的操持，侯府上上下下几10口人，全靠她一个人的嫁妆撑着。我穿的绸缎，我娘打的牌九，苏婉儿戴的金钗，全是她的银子。是我自己不当人。你告诉她，不用救我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认。他是这样说的。他曾说过会对我好的。姐姐，成亲那天，他掀开盖头，第一句话就是我会对你好的。那年我19岁。娘，我画了一个大圆圈的。画得真好。姐姐，苏家托了中人来说情。说的什么？都是亲戚，事情闹大了，对程佑不好。他们拿程佑骗我银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对程佑不好？程佑在庄子上啃冷饼的时候，他们想着对程佑好了吗？就是。回了中人，该退的银子退，
该负的责任负，我的底线清清楚楚。念青，你跟顾大人说说，我是侯爷，他判不了我。他是悬案御史。我知道。以后，程友还能认我这个爹吗？那要看你以后怎么做人。看以后怎么做人。姐姐，会不会难过？毕竟他是程佑的亲爹。翠萍，你说我心很硬吗？你不硬，你只是不心软了。心软6年，换来的是一场用亲生儿子当头马的骗局。我不是不心疼他，我是不敢再心软了。程佑比什么都重要。姐姐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站你这边。程佑3岁半入社学，到今年6岁，一律是江夫人送，风雨无阻。曾逢暴雨之日，江夫人尽数淋透，孩童身上却干爽无半点雨印。回大人，小的在回春堂做了3年伙计，江夫人每个月的药钱都是她自己的嫁妆银子付的，侯府一文没出过。程佑出痘那回，江夫人半夜背着孩子来药铺，小的记得清清楚楚，她穿的月白色长衫都被汗湿透了。大人，我来说一句，程佑有一回在巷子里摔了一跤，膝盖破了，是江夫人抱回去上的药，侯府那边连个屁都没放。这是我娘，我娘最好了。程佑，你跟顾大人说，你娘对你好不好？好，我娘给我做糕饼，给我讲故事。我生病了，娘抱着我不睡觉。你爹呢？爹不太在。诸位都听到了，孩子的真心就是最好的证。叨扰了。顾大人别客气，就当自己家。来，程佑，给顾大人递筷子。顾大人也吃菜。好，一起吃。顾大人，你明天还来吗？来。那太好了。程佑，别被带走。姐姐，又做噩梦了。没事，梦见程佑又被带走了，人都回来了，骗局也揭穿了，你别再自己吓自己。我知道，可那种感觉，就像有人在你心上熬了一把。姐姐，你照顾程佑照顾了6年，也该让别人照顾你了。顾大人，这么晚了。听闻你做噩梦，过来看看。程佑睡下了。刚哄睡的。这孩子最近夜里总翻来覆去。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也常做噩梦。我8岁丧父，夜里总梦见父亲被债主拖走，我在后面追，追不上。后来考中进士，官至知府，这就梦到不怎么做了，可偶尔还是会惊醒。事情过去了，不代表伤害不存在，你也需要被安慰。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句话。今天我说给你听。19岁嫁进侯府6年了，上上下下几十口人全靠我嫁妆银子撑着，没人为我说过一句话，连一句辛苦了都没有。我懂那种感觉，一个人在泥里走了很远的路，回头看连个脚印都没人愿意瞧。你不欠任何人，
因为自己活天经地义。顾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陪我玩嘛？这么晚了还玩啊？那顾大人陪我跑圈也行。嘿，姐姐，刚送来的消息，宗族议事定在下月初6。姐姐，侯府那边又托人来说话了，说什么？给一次机会吧，毕竟是程佑的亲爹。他们拿程佑骗我银子的时候，可没想过给我机会。就是这话。娘，这里是哪里？这是侯家的宗祠，老祖宗都在这里看着呢。老祖宗会保佑我们吗？程佑以后要有一个安稳的家，我来给他这个家。江夫人，顾大人，宗族议事定在下月初6，涉案人等均需到堂。准备好了？我可以不和，但我不能纵容。沈景恒是程佑的爹，我不恨他，但我也绝不会因为他叫一声我错了，就把他做过孽轻轻放下。因为您终于站在自己这边。娘，快来看，这棵树好大好大！今日宗族议事决定审视程佑的抚养之权，宗祠之内任何人不得喧哗，不得狡辩，听明白了？请顾大人陈述案情。被告沈景恒、苏婉儿、苏大成、赵氏、苏云鹏合谋捏造赌债之说，以嫡子程佑为饵，骗取嫡妻江念清白银共计3万两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让他拿银子帮侯府。没规矩！嫡子程佑被苏云鹏带至城外庄子。景恒，你有何话说？我没有异议，我认。呈证据。第一组证据，所谓赌债借据的笔迹鉴定，经比对，笔迹与沈景恒一致，横折钩的写法、收笔的习惯均为沈景恒亲笔。第二组证据，庙会的目击证词，庙会摊贩刘阿大、唐人师傅王四、耍猴艺人孙猴子3人联名具证，亲眼看见苏云鹏带着程佑在庙会上游玩整整1个下午，先后购买唐人2个糕饼1包。第三组证据，万顺钱庄存取记录，下月初5 2万两存入赵氏名下，下月初8 1万两存入苏婉儿名下。第四组证据，首饰铺马氏酒楼的消费记录，苏婉儿购入金头面3套，计4200两；苏云鹏购入宝马1匹，宝刀1把，计1800两。3人住望月楼天字号上房，花费1100两。我就是让你带他去了庙会，又没绑他。正因为你明知孩子安然无恙，仍配合制造扣押假象，才构成本案核心环节。
拿到救命钱后第3天就买金头面，这不是救人，这是分赃！族亲情不是违法乱纪的遮羞布，此案证据确凿，恳请宗族以礼法裁处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主意是爹娘出的，是他们策划的骗局，我只是听安排的。是你和你男人干的，借据是你男人写的，债主是你爹找的人，银子存在谁名下？存在我名下的那2万两，最后还不是你拿去花了大头？娘，你放手，疼！我就是带孩逛了个庙会，别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是拿孩子当幌子，一个没良心的！你撒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！宗祠之内成何体统？景恒，他们都推来推去，你呢？这件事从头到尾到底怎么回事？借据是我写的，债主是苏大成找人假办的，苏云鹏负责把孩子带到城外庄子藏起来。第1笔2万两存进了赵氏的账户，第2笔1万两存进了苏婉儿的账户。念青没有对不起我，是我对不起他。他拿嫁妆银子养了侯府6年，我不仅没报答，还跟着别人一起骗他。我愿意承担责任。成亲那天，他掀开盖头，笑得眉眼弯弯。念青，我会对你好的。那年我19岁，信了。原告江氏，你可有陈述？程族长和诸位宗老，我嫁进侯府那年19岁，只知道把家当好生打理，让一家人吃饱穿暖。6年，侯府上下几10口人的吃穿用度从我嫁妆里出，婆婆的牌局从我嫁妆里出，苏姨娘的首饰衣裳从我嫁妆里出，侯爷身上穿的石青色暗纹袍子也是我嫁妆银子置办的。6年掏空了3万7千两，我没有怨过，直到他们拿程佑来骗我。他们说程佑被赌债扣了，我跑到钱庄哭着取银子。掌柜问我夫人要不要再想想，我说不必了，孩子要紧。的时候想的是，程佑有没有哭，有没有饿，有没有害怕，只要孩子平安，多少银子都值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程佑那一下午在庙会上逛得开心极了，而我那些救命的银子，他们拿去买了金头面，买了宝刀，住了半个月的望月楼。那一刻，我心里那个家就死了。沈景航有错，我不替他争，但我请求宗族对沈景航从是为了程佑。我不希望程佑长大后听人说你爹被宗族重罚，孩子不该替大人背名声。从轻可以，免罪不行。我江念青这辈子不会再替任何人遮丑，也不会再让任何人替我受委屈，包括我的孩子。侯氏宗族议处判词：苏婉儿身为侯府妾室，参与合谋骗取嫡妻巨额银两，有亏妇德，逐出侯府。景航身为侯府家主、嫡妻正夫，不仅未能护持家事，反参与合谋骗取嫡妻银两，有辱门脉。宗族议处戒鞭20，罚跪从堂3日，禁入宗祠1年。谢族长，苏家人等涉嫌骗取巨额银两，宗族议处完毕后，移交衙门依律处置。奉府衙令，依大周律例对以下人等另行处置：赵氏杖50，苏大成杖40，苏云鹏杖30，苏婉儿杖60。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你们不能这么打！天呀！宗祠之内不得喧哗。沈景恒削爵一事，本府已上奏朝廷，待旨裁夺。谢谢。刑罚只是一半，还有程佑的抚养权，最后一针还没打呢。娘，我们回家吗？快了，等最后一件事办完就回家。抚养权一事关乎程佑日后成长，我沈氏不是那等迂腐人家，核心只有一条，跟谁最有利于孩子。江氏，你有何话说？程族长和诸位宗老，
这是程佑自出生以来的全部照料记录。这是他3岁时出痘疹的药方，我连夜抱着他去药铺，来回跑了3趟。这是他4岁时在社学磕破了头的记录。这是他5岁到6岁的每月伙食账目，他吃什么、吃多少、几时吃饭、几时吃点心，我都记着。这是程佑的胎毛笔，他出生时剃的胎发我留了，6年来的每一笔药费都是我的嫁妆银子付了，侯府一文没出过。这是街坊们的证词，社学先生说程佑从小都是我接送，下雨天我背着孩子趟水去上学。药铺伙计说每次程佑半夜生病都是我上门求药，侯府从来没派过一个人。景恒，你有要说的吗？我没有。宗族裁决，胎毛笔、社学记录、街坊证词，桩桩件件皆指向一人。程佑由江念清独自抚养。程佑可还是我沈家的孩子啊！遵族谕。娘，顾大人说以后我跟着你住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，以后程佑和娘在一起。和娘一起吗？太好了！可算好了。娘，这个院子好大，我可以跑好多圈。穿鞋，别光着脚跑。知道啦。娘，我的房间在哪？都是给我的。都是你的。娘，我更喜欢这里了。听说新家要装门栓，顾大人快来！顾大人，您亲自来的。安全第一，门栓得装结实些。递我锤子。这是剪刀。哦。叮叮叮当当。顾大人，你吃菜，娘煮的面最好吃。好吃就多吃些。姐姐，河狸叔下来了，我给你送来。好了，都好了。姐姐，你值得。姐姐，顾大人在门口转了好几圈了，手里的花都要被他捏碎了。哦，你就哦一声，人家可是知府大人，跟门口转的跟陀螺似的，你就出去看一眼嘛。粥好了，先吃饭。顾大人，你在外面干嘛呢？程佑，早，我路过。顾大人，你进来嘛，娘煮了粥。顾大人，江夫人，早，叨扰了。顾大人，你吃这个，娘腌的萝卜特别好吃。程佑，来帮姨搬东西。江夫人，有句话我想说很久了。你说。我敬佩你的坚韧，也心疼你的不易。如果你愿意，我想陪你和程佑慢慢把日子过好。雨后青山格外翠，难道不好吗？我要想想。顾大人，你以后能不能经常陪程佑踢球？只要程佑不嫌我烦，我天天来。太好啦！顾大人，程佑，你娘在吗？在，娘在煮粥。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只是想正式一点，再问你一次。好香。江夫人，我不是一时冲动，也不是同情你，我是真心实意的。从在衙门里第一次听你陈述案件那天起，我就知道这世上有一种人苦了自己那么多年，不肯放弃善良。我敬你也心疼你，
顾大人，你是个好人，可是我想先看看外面的大好河山。我嫁进侯府6年，6年里我围着侯府转，围着城右转，没见过江南的水，没看过塞北的雪。如今我想为自己活一回，不是不领你的情，是我还没准备好。我懂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嫁他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先去走走看看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娘，好大的马车，我们真的要去江南吗？真的，去江南。干粮、衣裳、药、银票全齐了。姨，我能坐前面赶车吗？你才6岁，赶什么车？进去坐着。走吧。娘，外面的田好大好大，那个山好高，那边是不是就是江南？还远着呢，过了前面的山才到。姐姐，你说咱们这算不算那个什么天高任鸟飞？算。人活一辈子，什么时候开始爱自己都不晚。我的人生下半场，不再是忍耐，不再是委屈，而是自由和属于我的天地。姐姐，第一站去哪儿？去最高的那座山看看。看山喽！